我靠，太帅了！来了，咬了，大的。退水这个标点没人知道。哦，这条比刚才2条貌似要大一点。上来了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礼泉湖Bass Legend 赛后总结分析，我对这次赛事的评价，以及中国的职业钓手的路以后该怎么走，发表一下我的拙见，希望大家能耐心看我的视频。我也为各位粉丝兄弟们安排了10盘我们桑巴的超级3代，一键3连就可以参与。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比赛。我作为我们四川唯一一位参加此次比赛的钓手，第一次来到礼泉湖，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前10名最终的总决赛。我最终也完成了我的目标，最后获得了第7名的成绩。虽然有许多遗憾，有许多失误，但是说实话，我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，我对我的成绩非常的满意。我也感谢这3天一直守在直播间支持我的一些粉丝兄弟们。第二个要感谢我们新疆的兄弟钓友们。第三，感谢许多支持我的一些渔具品牌商，包括这次给我留下鱼探的鱼猫路亚。最后就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和赛事主办方，你们这次比赛办得太完美了，让中国的鲈钓人都看到了未来，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去追寻。OK， 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，我这3天比赛到底是怎么钓的？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准备的钓组。这3天我主要使用的钓组有3到4米的胖子，2.6寸的 T 棒搭配0.3克的插铅，还有就是我使用最多的倒钓钓组，搭配的是4寸的长鳍响尾。我通过前面几天的试钓，我基本上判断了鱼基本上就在树里面。非常可惜的是，这次来的时候没有带我的强力精细竿，我的钓法以及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。非常可惜的是，我有很多鱼没有从树里面拉出来，包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第一天太过冒险了，我用的是3磅的线，所以我第一天的成绩只有 2.39， 我的大鱼全部在树里面断线了。但是通过第一天做钓，我更加深刻的判定鱼就在树里面，无非就是我怎么样把树里面的鱼磨开口，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所以我第一天就多了个心眼儿，我把我的线换的细了一些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钓这种水下树结构，我没有想到这个树这么厉害，轻轻一碰线就会断。但是通过第一天的失误，我第2天及时做了调整，我把我的线换成7磅，但是由于我带的杆子还是太软了，没有强力精细的杆子，所以我第2天还是有2条鱼钻树跑掉了。不过第2天没有出现第一天一碰树就断线的情况，我基本上能钓起来的鱼都钓起来了。所以通过2天稳定的发挥，我最终以关门的成绩进入了前10的总决赛。在第3天的总决赛中，我也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，开场就用我的办法在一棵树里面钓起来了3条大鱼。我用的办法就是用的2.6寸的 T 棒搭配0.3克的插铅。我在鱼探里看到鱼在树底大概5到6米的位置，如果我用下水非常快的钓组，它是不会咬的，所以我就非常耐心的用我的这个小饵慢慢的飘下去，大概一竿会飘3到40秒，结果非常有效果啊！基本上我的饵飘到鱼面前，它就会接口。所以总体看下来，我觉得我第3天的做钓是最成功的，用线用杆子也是选择最合理的。第3天我的总成绩也是排在了前3名，但是很可惜我前2天的坑太大了，确实填不回来，最终获得了第7名的成绩。说到这里就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的做钓思路就是精细的磨树里面的鱼。大家如果对装备搭配感兴趣的，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，可以在粉丝群里面咨询我，我会把我的装备搭配发给大家看。其实本次视频我最重要的是要讲第2点以及第3点。第2点我就要讲一讲这次 Bass Legend 的这个主办方。我记得之前蔡中豪先生说过一句话，中国鲈钓赛事的未来一定是一个专业的做直播的公司来干这个事情，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。我相信看了直播的各位钓友们应该对这次比赛有深刻的认识。我们的直播设备都是2、3千万的直播设备，每天的转播费也是6位数以上，所以你们可以精细的看到我们脸上的每一个毛孔，甚至我在开船的时候，你们都能看到我在吃包子，嘴巴都是嘟着的。这下留下一个外号啊，嘟嘟路亚。扯远了。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专业的赛事的呈现，专业的直播，专业的摄影导播团队，让我们的鲈钓赛事展现得如此的精彩，而且流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啊！在抖音、小红书
以及四海钓鱼频道、江苏卫视都是有播出的。我相信也会在更多的钓友心中种下一颗鲈钓竞技的种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各位其他的品牌赞助商们，你们看一下如此精彩、如此有流量的比赛，你们现在再不赶快赞助，以后涨价了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中国鲈钓的未来一定需要这种为爱发光的公司、为爱发光的老板站出来，然后社会各界的关注才会让我们的鲈钓赛事蒸蒸日上。最后我再讲一个跟各位钓手以及跟我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钓手想要走职业这条路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次Bass Legend的主办方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条路。首先我们作为钓手要职业，我们在镜头中在直播中一定要尽量展示我们的用饵，展示我们的服装，展示我们的钓法，面对镜头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表现起来。第二就是我希望中国的渔具品牌们，你们看看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钓手，你们现在趁着价格低一定要找到这些优秀的钓手，不要耽误了，以后涨价了可就不划算喽。最后我要想向这次所有参加比赛的30位钓手们致敬。每天8个小时的单人赛，说实话我已经扛不住了。我最后一天上码头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码头就已经吐了，反胃了。大家看第二天直播的时候说我嘴巴嘟嘟，说我在船上吃包子，其实我呢比赛了一天，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钟只吃了这一个包子。比赛时候的肾上腺素让我完全忘记了饥饿，但是当3天比赛结束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快散架了。而且我们各位钓手都是自掏腰包为爱发光，我们每个人的消费也是在几个 W 以上，但是我们在比赛，我们在展示，我们也在展示这些渔具和装备，包括我们的用饵。只要赛事方把这个事情做得好，有流量，就应该有更多的渔具方来支持这些钓手来完成这些梦想，这样你们渔具方也会有一些曝光，也会有一些流量。所以中国路亚想要蒸蒸日上，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，不能把所有的压力全部丢给赛事的主办方以及我们所有的钓友身上。如果大家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的话，中国路亚也是很难有未来的。如果我50岁60岁我退休了，我什么都不干，我是可以全身心的来干这件事情，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如果想走这条路，真的压力太大了，需要家里面多少的支持啊。最后我再说一句，向Bass Legend的主办方，向我们30位所有参赛的钓手致敬，向所有每天守在直播间支持我的粉丝，向对鲈钓有热爱的钓友们、伟大的钓手们致敬。希望我们中国路亚越来越好。